头好痛，这是哪儿？这衣服不是我的，我不是在实验室加班吗？怎么会在这里？这地方看起来像是古代的道观，可这些雕像上的纹路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域外归宗，我来自2014年，我不是什么归宗弟子。我知道你现在很混乱，也很疑惑。你所说的2024年，应当只是你所在的域外时空。这里是玄域，宗门正在广纳域外归宗弟子。玄域出力，玄道宗门，那这里真的有修仙，有玄术吗？不错，玄域之中，如今玄域出力，诸多方面尚不完善，尤其是气宗面临着诸多炼造难题，正需要你们这些归宗弟子出力相助。检测到宿主已适应玄域环境，确认宿主身份为玄道宗门归宗弟子，玄道科研辅助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谁在说话？系统？恭喜宿主完成绑定，发放新手大礼包一份，内含107玄火拓图纸、基础玄道科研秘术、玄力感知入门。系统空间已开启。真的是系统，而且还是玄道科研辅助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我在这个玄域就有立足之地了。提示宿主，当前玄域出力，气宗炼造技术落后，灵才短缺。宿主可借助系统秘术和图纸，为宗门解决实际难题，提升自身在宗门的地位。接引使大人，多谢您告知我这些情况，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愿意留在玄道宗门，为玄域的发展出一份力。难得你有这份心。各大分宗都在全力攻克炼造难题，但进展缓慢。会立刻向宗前情况汇报你的意愿，协调安排你前往合适的气宗分宗。你可以先在接引殿休息，熟悉一下基础的玄道知识。多谢接引使大人。弟子见过执事大人。坐吧，我是宗门执事，奉宗门上级之命来向你传达派令。接引使已将你的意愿上报宗门，上级对你主动请缨助力气宗的行为十分赞许，决定派你前往北域奉天气宗，协助解决导弹炼造效率低、耗材高的问题。弟不如孙令，全力解决奉天气的炼造难题。你不必急于表态，先听我把奉天气宗的情况详细说明，再做打算也不迟。玉气宗地位重要，
是北域防御的核心支撑。但现在，封天气宗面对了巨大的困境，玄铜灵材短缺。玄铜灵材是炼造导弹的核心材料吗？玄铜灵材是炼造导弹全体和核心阵法的威力和射程。如今玄域出力，玄铜灵材的开采难度大，无法满足奉天气宗的炼造需求。此之外，奉天气宗的炼造工艺也较为落后，即便有少量玄铜灵材，也存在炼造效率低、耗材高、成品合格率低的问题。宗弟子日夜钻研，却始终找不到突破方向，如今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系统，奉天气宗面临玄铜灵材的短缺、炼造效率低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执事大人，玄铜灵材短缺和炼造工艺落后的问题。好，有志气，宗门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不负所托。灵州今日午时出发，切勿延误。弟子谨记执事大人嘱托，定不会延误行程。灵州即将起航，请速速登船。是，师兄。侍者姑娘，麻烦核对一下我的乘舟凭证，我要乘坐前往北域奉天城的灵舟。多谢侍者姑娘。系统调出奉天气宗常用的导弹炼造流程，对比玄铜灵材和可替代灵材的性能差异。正在调取奉天气宗导弹炼造流程，调取成功。玄铜灵材性能，开采难度加工后，玄铁和青石玉的性能可提升至接近玄铜灵材水平。玄铜灵材虽然性能优越，但开采难度大规模炼造需求。在优化炼造流程，提升炼造效率，降低耗材损耗，奉天气宗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奉天气宗，我来了！有了系统的帮助，我解决你们的难题，也能在这个玄域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者止步！奉天气宗重地，非本宗弟子即有宗门队伍内，请出示你的身份凭证。师弟，失礼了。接引令核对无误，确是宗门派来的助力弟子。朱有令，若有宗门派来的弟子，即刻引往宗主殿见他。有劳师兄。主要负责为北域玄道防御炼制各类导弹，弟子们日夜加班，宗主为此事愁了好几日没产量任务。
多谢师兄告知，我此次前来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定不辜负宗门和宗主的期望。启禀宗主，玄道宗门派来的助力弟子已抵达山门，现引至殿外，请宗主示下。让他进来。师弟，请进吧，宗主在里面等你。我还有着手任务，就不陪你进去了。你就是灰袍少年，玄道宗门派来协助我们解决道丹炼造难题的弟子。弟子前来见礼。弟子奉宗门执事之命前来奉天气宗，协助解决道丹炼造效率低、耗材高的问题。王师弟，你来的正好。我们奉天气宗现在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宗门每月要求我们炼制200枚道丹，可我们拼尽全力，每月最多只产出120枚左右，远远达不到要求。哎，关键问题就在玄铜灵材上。玄铜是炼造道丹的核心材料，质地坚硬，能承载玄力。铜开采艰难，产量极低，价格一路飙升，经费捉襟见肘，开支浩大，入不敷出，再无转机。宿主您好，正在分析奉天气宗道丹炼造数据、玄铜灵材性能及当前困境，将会分析完毕。玄铜灵材核心优势：硬度8.7，玄力承载量9.2，核心弊端：开采7.8，产量1.3，供应不稳定。可利用系统秘术研发复玄钢材质，以玄铁为基底，表面覆盖一层薄玄铜，降低玄铜消耗量80%，提升纯玄造道丹。当前复玄钢方案可行性高达98%。张宗主，您不必过于焦虑。听完您的诉说，已经有了初步的解决思路，但具体的方案还需要弟子前往炼器部调研完毕，完成宗门下达的任务。好，太好了！只要你能解决气宗难题，你需要什么支持尽管开口，我这就安排弟子带你前往炼器部调研。是宗主。调研完毕后，立刻向您汇报具体方案。好，有志气，那你便先去调研，我在宗主殿等你的好消息。若有任何疑问，随时可以来找我。弟子遵令。灰衣短发少年，要造奉天气坊炼造，还敢承诺1周出样炮？可知我气方炼造一款普通仙炮，至少也要半月之久。房主明鉴，此炮并非普通仙炮，晚辈愿以归宗仙徒之名立誓，1周之内必炼出样炮。若违此事，愿受气方惩处。这图纸绘制的精妙绝伦，线条精准，灵纹排布，暗藏玄机，却比万雷仙炮更为小巧灵活，无需大型灵脉支撑，可单兵操作。房主好眼光。炮摒弃了万雷仙炮的笨重弊端，无论是单兵携带还是阵法部署，都极为便捷，而且其威力不输万雷仙炮，诛仙之名绝非虚传。图纸再好，也要有对应的炼器条件。需房主能调配足够的炼器弟子，提备定不如灵材，1周内交出样炮。我信你一次。从今日起，炼器弟子任你调配，我必向归宗举荐你，重重嘉奖。多谢房主信任，
晚辈定不负所托。哟，这不是我们归宗的呀？不过是一点微薄之功，不值一提。来这边取我炼造的机械灵具，倒是没想到能碰到你这个大功臣。说立了这么大的功，是不是该请客？我听说林彦阁新出了联合烤灵鹿肉，味道极好。不过我有一件事还想请你帮忙。哦，什么事儿能难倒我们的功臣？你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绝不推辞。我正在奉天器坊炼造一款新式仙炮，名为107诛仙火箭炮。我想请你加入，帮我一起攻克技术难点，完成炼造。我邀你共炼新式仙炮。我早就厌倦了炼造那些普通的灵具，这种有挑战性的项目，我求之不得。我答应你。太好了，有你帮忙，我更有把握了。先为定，我先回去准备一下，晚上林彦阁见。今日灵食甚是丰盛。是啊，特意为你准备的。多谢，那便共饮此杯。干杯！今日请各位前来，一是为了感谢大家平日里的相助，二是有一件喜事要告诉大家。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合力之下，一定能顺利炼出仙炮，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今为召集大家，也要供新式仙炮107水仙炮。谨遵师兄师姐吩咐。各位师弟，接下来我负责指导大家铸造发射管，大家请看图纸。发射管采用可单独拆卸设计，能根据实战需求，定效管为107毫米滑膛式，长度版本为3拆4的12G 定向管，铸造时需保证管身光滑，灵运传导顺畅。这里节奏要稳，停，角度偏了，对，力道要跟上，下垂要准，控制热型。这边的师弟，随我一起生产分叉式滑架。滑架是支撑炮架的关键，需采用高强度灵铁，完成后还要进行打磨调灵，确保炮架安装稳固，转动灵活。炮架安装在滑架上，将通过高低轮和方向轮调整射界。继续。是不是灵运引擎的炼造出了问题？这几日我看你一直愁眉不展。我怎么没想到这点？灵动机造坊的技术确实精湛，有他们相助，一定能攻克这个难点。哈，现在就去联系灵动机造坊，你继续指导弟子们完善发射管和炮架的炼造。稳住图纸，光起，参数吻合，继续。好。灵运引擎终于炼成了，接下来我们全力完善仙弹结构，争取早日完成样炮炼造。好，好，好！短短1周，真的练出了样炮。这炮身，这灵运，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你立了大功啊！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还要测试仙炮威力优化细节，让107诛仙火箭炮真正成为守护归宗、守护北域的利器。
辛苦大家了，这几日加班加点终有成效。通知弟子们，将样炮和仙弹运往试灵场发射区，明日一早正式试灵，让所有人见识107诛仙火箭炮的威力。振华，你看这炮造型精巧，灵韵内成品，王志成便真是百年难遇的仙道天才。只是这般小巧炮体，真能有他所说的威力？我有些担忧。常规仙炮这般体型，威力最多覆盖数丈。王志成说他能破阵杀敌，我倒要看看能耐。而且此炮名字特别，等会儿定要问清楚。听说这是黑发师兄穿越带来的图纸，名叫火箭炮。不好说，但那位师兄上次斩魔立功，仙炮想必不差，等着看就好。各位前辈、同门，今日进行107诛仙火箭炮试灵，因场地有限，发射角度已调整。装填仙弹12发，就绪后听我指令开炮。会议青年，这一次必须成功。这威力太惊人了！12丈5杀伤半径，一门炮堪比一个炮营。归宗战力必能大增，抵御魔修又多一件利器。太厉害！这火箭炮简直神器！太厉害！太牛了！太厉害！师兄太牛了！诛仙之名，当之无愧。多谢房主夸奖，这并非我一人之功，离不开粉裙女子相助，弟子们出力和房主支持。且这只是基础仙弹，以此为基，不错，是成果显著，值得期待。我万万没想到，这小巧仙炮威力竟如此惊人，一门炮堪比一个炮营，批量炼造必能提升北域防御。师兄，我已见识仙炮威力，心中敬佩，请教师兄，此炮名为107诛仙火箭炮，最大射程多产一，具体有何作用？刘监堂客气了。和107是地剑淤力卷将灵力覆盖，适配阵地防御、野外作战，尤其应对大规模魔修入侵。原来如此，名字寓意深远，作用强大，真是难得的好炮。此之外，它最大的优势是适配游仙作战，让适灵弟子演示一番，大家便知。拆卸火箭炮，动作快捷，保护好零部件。是。师兄，拆卸完毕。经刨树关中年末集，拆卸是为展示游仙作战优势。你看，拆分后每件都轻便易携，这管件、架体、杆架，如此均匀。正是，这般重量，普通修士可轻松肩扛手提，
翻山越岭、深入深山都便捷。这门炮可拆可携，真正实现灵活作战、优先作战，再无携带顾虑。房主所言极是，牵引杆预留牵引环，可肩扛手提，也可连接灵车、灵驹，快速运输，节省灵力体力。考虑的太周全了。归宗仙徒外出任务，战力必能大增。火方式灵活多样，无需依赖大型灵脉。除常规点火方式外，还可使用灵池点火。外无灵池时，砸掉仙弹尾盖。明火点燃信管即可发射，简单如点炮仗。太神奇了！这般点火方式，无论何种环境都能发射，完美适配优先作战。你太厉害！接下来我们优化细节，批量炼造，早日调动器坊所有资源配合你，为归宗效力。前辈，各位师弟。方才大家已然见识到107诛仙火箭炮的威力与便捷性，接下来我再详细说说它的核心优势，也让大家明白为何它能成为宗门的得力利器。这门火箭炮最核心的优势有3点：一、适配优先作战与特种作战，拆分后单个部件不超过30斤。翻山越岭、深入险地都毫无压力。其二，结构简单，炼造难度适中，无需顶级炼器师出手，普通弟子经过培训便可上手，适合批量炼造，做便捷，部署快速，半炷香内即可完成组装。点火方式灵活，有无灵脉都能顺利发。说的极是，这门火箭炮既解决了传统仙炮笨重难移的弊端，恳请仙宗调动所有可用资源，全力配合量产。谢房主鼎力支持，量产之事刻不容缓。与量产的紧迫性，全力配合量产。属下遵令，定不辱使命。这孩子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大家看好，这是定向管的炼造模具。炼造时需控制灵火温度在3000度，确保管身光滑，灵运传导顺畅，不能有丝毫瑕疵。这是灵运引擎的核心部，温时要精准无误，并会出的线的射程与威力。大师兄，炼造定向管时，灵火温度若是偏差，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该如何精准控制温度？大家可以借助灵温仪实时监测灵火温度，同时运转灵力微调灵火炉的火势，确保温度稳定在3000度左右。稳住阵脚，检查炉火与模具，准备调试，全线整合，准备启动。听我号令，合力向前。南疆多山，传统重炮难以运输，部署不便。有了这107诛仙火箭炮，定能解决前迷的灵力支援。叮！检测到宿主已完成107诛仙火箭炮量产，完成阶段性任务，特发放惊喜奖励，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请宿主及时查看。不，生产线运转正常，弟子们也已熟练掌握炼造技巧。后续量产时，好，
你放心去吧，量产之事有我在，定不会出任何差错。你为这火箭炮付出了太多，也该好好休息一番了。太好了，这些奖励太丰厚了。灵机技术精通，正好能帮我更好的完善火箭炮的炼造，还能助力后续仙兵的研制。这5、6级自动仙兵不仅效效很低，但又进行了改材，正好适合批量炼造。如今宗门修士使用的仙兵杂乱不一，有的威力不足。当务之急还是全力推进火箭炮量产，等量产稳定后，再启动制式仙兵的研制，一步步提升宗门的战力。衔接要平滑，顺序不能乱。很好，保持这节奏。我这就安排弟子将这批火前线支援男战士，运输和使用环节都不能出错。务必叮嘱送炮的弟子一送去，同时将火箭校士告知前线修士如何快速组装，如何灵活点火，确保每一门火箭炮都能发挥最大威力。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南疆多山，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而普通的破阵炮威力有限，根本无法突破敌军的防御阵子。你莫要过于忧愁，仙宗定会察觉到前线的困境，定会派来支援。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我也盼着仙宗能派来支援，可南疆战事紧急，每多拖延一日，前线的修士就多一分危险，我们根本耗不起啊！长老，新式仙炮已备好。你说什么？新式仙炮？107诛仙火箭炮，威力远胜从前。快带我这仙炮，真能解决咱们当前的困境吗？长老，这门仙炮威力巨大，而且十分便携，专门适配山地作战，定能解决重炮难运输的难题。属下这带您去查看。这就是107诛仙火箭炮，携带10门火箭炮离，穿插至妖修后方炮团大营。下遵令，即刻通知炮营统领部署任务。快速组装火箭炮，动作轻柔，切勿惊动妖修。组装完毕，瞄准阵地与后勤临阵，听我指令开炮。开炮！太惊人了！10门炮齐射便摧毁妖修据点，那位师兄研制的真是制胜利器。
长老，属下带领小队成功摧毁妖修炮，修漂全完美，轻便易携，威力惊人，为总攻创造了绝佳条件。好，干得漂亮！这火箭炮果然适配游战。所言极是，即刻撰写嘉奖讯与申请函，上报仙宗。嘉奖王志成，肯见一见这个年轻有为的孩子。属下遵令。注意火候，灵元不能溢出。是，师兄。先接引灵脉，再固元塑形。对，稳住心神。明白。很好，继续。请即刻随我前往仙宗大殿。按使者等候，我即刻随行。接下来按这个步骤来。炮少年，你刚到奉天器坊，便研制出1077诛仙火箭炮。前线长老已将战况与你的功绩上报，对你赠予有加，还特意请求嘉奖你。你研制的火箭炮解决了南疆作战的关键难题啊！大人，长老过奖了。研制新式仙兵，助力宗门强大。特兵是修底期，唯有导适配战场的仙兵，才能提升宗门战力。说得好。你的想法与我和长发灰袍长老不谋而合。仙宗向来重视仙兵研制，鉴于你研制107诛仙火箭炮，附同玄钢涮仙弹，仙宗授予你仙身道线奖制，并于1级灵研室。弟子谢过仙宗恩典，定不负仙宗期望，潜心研制仙兵，为宗门效力。你有后续仙兵研制想法，不妨说说。接下来打算研制何种仙兵？大人，弟子计划研制5、6级自动仙兵。经宗门修饰仙兵杂乱，影响整体战力。此仙兵仿制万兽仙兵，并加以改进，性能稳定，操作简单，成本低，适合批量炼造。想法周全，意义重大。仙宗全力支持你，只要能提升宗门战力，仙宗定给予更多支持与嘉奖。子定全力以赴，早日研制出制式仙兵。你也知晓，咱们归宗出力，仙道根基薄弱，修士们使用的仙兵杂乱不一，有的威力不足，有的难以操控，严重影响整体战力。即对制式仙兵只有2大核心要求：强悍、耐造，能适应边境作战的复杂环境，能经得起长期实战的消耗。是啊，制式仙兵是新立宗门的底气，更是修士们在战场上的护身符。你能主动谋划此事，这份心意与担当难能可贵。只是你所说的5、6级自动仙兵到底有何优势？不妨拿出图纸给我们详细说说。大人，长老，这便是5、6级自动仙兵的设计图纸。仙兵仿制仙域的万兽仙兵，却在其基础上做了运传导结构，提升了稳定性和杀伤力，性能比原版万兽仙兵更优，操作简单，无需高深修为，普通修士经过成本培训，适合批量生产，完全能满足强悍耐造的要求。万兽仙兵，我与长老曾在仙域见过一次，威力强悍，性能稳定。没想到你竟然能仿制并改进它，真是难得。你的想法很好，图纸也十分完善，但我有一事担忧。万兽仙兵的炼造对仙道条件要求极高，以当前的条件，真的能炼造出这款5、6级自动仙兵吗？放心，弟子早已考量过此事。
这款仙兵虽仿制万寿仙兵，但我已简化了部分复杂炼造工序，适配咱们北域现方的灵炉和现有灵材，完全可以炼造成功。已有炼造经验，从样兵试炼到批量炼造，步骤完整，只要调配足够的人力和灵材，批量炼造也并非难事。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全力支持你研制制式仙兵。即日起，任命你为新式仙兵总炼造师，全权负责5、6级自动仙兵的设计与炼造，无需事事上报，可自行调配奉天器房的人力与资源。我要求你尽快炼出样兵，验证其性能。需灵材，可先找房主调配。若器房解决不了，先结合整个北域的灵材资源，全力配合你，务必让制式仙兵尽早问世，提升宗门战力。志成，放手去干吧！制式仙兵对咱们新立宗门来说，意义与相信你的头领意义非凡。仙宗相信的，请记住完开口。谢过大人长老的信任与支持，早日完成制式仙兵的批量炼造，为宗门效力，守护北域疆土。长老，定在仙历5神前炼出5、6级自动仙兵的样柄，供仙宗检验性能。如今距离仙历50年，仅剩10几天的时间，要手工极大。你不用如此着急，半年内炼出样兵即可。是啊，黑发青年，深绿袍男人说的极是。制式仙兵研制是大事，不可急于求成，稳妥为重。这几天的时间太过仓促，很容易放宽期限，你好出最优质的样兵。大人、长老，弟子并非急于求成。南疆虽已平定，但边境并不安宁，随时可能爆发新的仙战。南疆虽已平定，但边境并不安宁，修士们急需制式仙兵提升战力。仙宗会全力配合你。时辰不早了，你留在仙宗用午膳，这些灵筹能滋养灵力，对你后续炼造仙兵也有帮助。我安排里护送你返回奉天器坊，确保你的安全。多谢大人关怀，弟子感激不尽。你可回来了！上面已经传讯给我，不但全力支持你研制制式仙兵，还任命你为新式新放兵士，真是可喜可贺。多谢房主支持。不宜迟，我们即刻前往炼器殿。目前仅完成了兵身结构，还有很多零部件需要手工打磨、开模和凝纹。好，我来安排。走吧。5、6级自动仙兵由兵身、灵运行激发装置等8个部分构，每一个零部件都不能有丝毫瑕疵。否则会影响仙兵的性能和稳定性。粉衣发姐少女，你怎么来了？来了，不过叫醒我。抱歉，我太累了，没注意到你。我来了一会儿了，见你看得那么专注，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你都忙了这么久了，快喝点灵茶，休息一下吧，别累坏了身体。多谢你，我没事，只是时间紧迫，边境仙战一触即发，我必须尽快练出样兵。早日让修士们配备制式仙兵，这样他们在战场上才能多一份保障。我明白你的心意，也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我会一直陪着你，帮你一起完成制式仙兵的研制。好，有你帮忙，我一定能更快练出样兵，不辜负仙宗的信任，不辜负所有期盼。你已连续3天3夜没休息了，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时间不多了，边境愈发紧张，样兵必须尽快练出来，定下标准，才能批量供给前线。我懂，可你也要顾好自己。机系统组件我已按图纸练好，每一件都经过3次灵运校准。没有，只是上层这组件结构精密，好几次都差点功亏一篑。你放心。我会一直配合你完成组装调试，绝不拖后腿。注意这条灵纹的走向，手腕要稳，我来示范。节点能量在汇聚，很好，积极保持。眼镜师兄太拼了，全程陪着我们加班，有他指导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我前几天就失败了3次。是啊，师兄耐心又专业。我们也得加把劲，不辜负他和仙宗的期望。采用7.62灵纹口径，空重约3.8千克，带灵刃，性能与万寿仙兵基本一致，近战灵力压制效果极佳，可轻松击溃低阶妖修与敌军修士。重要的是，它适配我们之前炼造的复铜玄钢仙弹，彻底解决灵弹耐造的要求。太好了，眼镜青年，短短10几天就练出这样的样兵，真是炼器天才。均不是我一人之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不宜迟，我即刻传讯仙宗，请林大人和沈长老前来见证试灵。大人、长老，此次试灵，弟子请求亲自操作，精准验证样兵性能。眼镜短发青年，万万不可！长老放心，我对自己炼造的仙兵有信心，不会有意外。而且只有我亲自操作，才能感知细微问题，为后续优化提供依据。恳请应允，弟子遵命。看好了，好，精准度极高，威力强悍，丝毫不输万寿仙兵，甚至优于域外仙兵。这般性能完全能满足边境作战需求，宗门修士战力定能大幅提升。师兄，你干什么？仙兵最怕进水，灵纹会受损，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练出的样兵啊！这怎么可能？泡水后竟然还能正常使用，精准度丝毫未减。仙兵泡水后灵纹受损，需凝灵烘干，否则易出故障。但这款仙兵我做了灵域密封处理，可隔绝水汽，适配进水环境，能应对边境多雨多水的战场。志成，沙子进入内部会磨损部件，影响灵运传导，它还能使用吗？适可而止吧。若样兵损坏，重新炼造又要耽误时间。师兄，这款仙兵太出色了，是宗门的福气。这款仙兵比我们预想的更优秀，
性能不输万兽仙兵，耐造性远超同类，完全能适应边境复杂灵境。哦，宗门立派后，终于有了性能优异的制式仙兵雏形，此次试灵圆满成功。眼镜灰袍青年，你立了大功，这款仙兵完全有资格成为宗门第一款制式仙兵，为批量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多谢大人、长老认可，这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后续我会根据适龄情况优化炼造工序，加快批量生产。灰袍短发少年，这款仙兵不仅威力强悍，无论是多雨的山林还是多沙的荒漠，都能稳定发挥战力，真是宗门之幸。一旦接触水和泥沙，要么灵纹受损。你快给我们说说其中的原理。特意扩大了仙兵内部的机械间隙，同时对所有零部件表面进行了精细化打磨，又能隔绝水汽侵入，强化了进水适应性。我们搭配的覆铜玄钢仙弹本身就做了风灵处理，不怕水浸，就算仙兵泡水，仙弹也让它能在恶劣灵境中稳定发挥。原来如此，还是你考虑的周全，既有创新设计，又贴合实际战场需求。这款仙兵性能优异，完全符合仙宗对制式仙兵强悍耐造的核心要求，更是咱们宗门立派以来炼造的最优秀的新式仙兵。决定即刻带着仙兵样兵、覆铜玄钢仙弹以及所有性能数据资料返回仙宗，早日批量生产，装备前线修饰，本首座必然会认可，他成为制式仙兵完全没有问题。有了这款制式仙兵，咱们宗门的战力便确体系啊！多谢大人、长老的认可。为了让宗门首座能更全面地了解这款仙兵，弟子现在详细汇报一下它的具体数据与性能。5、6级自动仙兵，采用 7.62 灵纹口径，空重约 3.8千克，带灵刃全长约1102毫米，弹出速可达800丈每秒，射速为每分钟300丈，最大射程500丈。战可借助灵刃进行灵力压制，能轻松击溃低阶妖修和域外修士。配覆铜玄钢仙弹，灵弹供应便捷，炼造成本适中，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完全能满足宗门修士的作战需求。据详实，性能出众，把握就更大了。这款仙兵由你牵头研制，理应由你为它起一个暂定名。官方名字待宗门首座定夺后再正式公布。回大人，弟子提议50式自动仙兵。一来，先历50年是这款仙兵试灵成功上报宗门的年份，具有纪念意义。好，这个名字好，既简洁明了，又有纪念意义。就按你说的，暂定名为50式自动仙兵。我们2人即刻返回仙宗，前往总坛上报此事。你留在奉天器坊，做好后续准备，便立刻启动批量生产工作。弟子遵命。大人、长老放心，弟子定做好万全准备，随时待命。从107诛仙火箭炮到覆铜玄钢仙弹，再到这款5式自动仙兵，不仅一见宗门那么出色，还为宗门的仙道发展立下了大功。我真的很佩服你，能跟着你一起炼造仙兵，我觉得很荣幸。你过奖了，这不是我一人之功，若是没有你的协助，没有大家的努力，我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些研制工作。你负责的兵机系统组件是仙兵的核心，没有你也无法顺利炼造完成，你也功不可没。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以后无论你要研制什么仙兵，要做什么研发，我都会一直陪着你。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有丝毫懈怠。
适灵已经圆满成功，林大人和沈长老也已经前往仙宗上报，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连续忙碌这么久，你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宗门首座批准50式自动仙兵成为制式仙兵，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必须做造工序，推进仙兵的量产工作。除此之外，我还要着手研发灵韵制导技术。你也知道，边境仙战临近，域外仙禽机动性极强，普通仙弹很难命中。我明白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可灵韵制导技术听起来就很难研发。宗门目前的仙道技术和灵材储备，能套遇到太多困难。放心，我有把握。我持有仙道辅助系统，系统奖励了我一套灵韵点源制导技术。有了这套技术作为基础，我们就能少走很多弯路，大大降低研发难度。虽然有技术支持，但研发过程中还需要大量的灵材和人力配合。这套灵韵点源制导技术主要由3部分组成，其次是灵准制导模块，最后是灵力驱动模块。精力驱动模块调整仙的目标轨迹。现在我们有技术，但缺乏适配的灵材和专业的研发人员。我明白了，后续我就帮你筹备研发所需的灵材，同时从气方挑选一批技术精湛，协助你开展研发工作。我们分工合作，你负责筹备灵材和组建科研小组，我负责优化量产生产线，同梳理灵韵制导技术的研发思路，加快推进2项工作。灵韵有丝毫偏差，一定要确保好新进度，否则会影响后续的制导效果，无法精准打击域外仙禽。发所需的灵材已经筹备完毕，灵纹机床和母镜调试到位，就等宗门的正式通知了。太好了，辛苦你了。只要宗门首座一批准50式自动仙兵成为制式仙兵，宗门首座已正式批准50式自动仙兵成为宗门制式仙兵。劳烦使者等候，弟子即刻随你前往仙宗。图纸和清单仔细核对。是，这里是关键改动，务必精确。明白。最后，启动时序不能延误。我亲自监督。继续推进，手头工序继续。是。小友不必多礼，你立大功，我们迎接也是应当。此次请你前来，有天大的好消息，还请2位明示。宗门首座已查看50式仙兵的样兵与数据，对其极为折服，直言这是宗门立派以来最贴合实战的新式仙兵，完全符合制式要求。50式自动仙兵定为北域仙宗制式仙兵。遵令，加快量产，早日装备前线修士。此类设备确属稀缺，北域无库存，我即刻上报宗门总坛，申请调配。小友放心，量产是宗门重中之重，上级必然重视，调动设备不成问题。有一事，首座特批授予你仙阶，册封为仙道魁首，享受高级别待遇，可自由出入核心区域，参与仙道议事。万万不可！你研制多款仙兵，为宗门立下不朽之功。首座称你有大才，往后宗门会为你提供充足资源，
支持你开展工作。谢过首座，谢过大人长老，定不负期望。大人长老，这授勋令当真有效？授勋令经赵长老批示，宗门盖章，绝对有效。他嘱咐你有任何仙道发展想法，俱可大胆提出。小友，北域奉天器坊虽设备老旧，但可满足基本需求。协调多方资源，恐影响量产，你说说缘由。奉天器坊有3大问题，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一是设备老旧，精度低，效率慢，无法适配50式仙兵量产标准；二是炼造模式落后，手工为主，分工不明；三是空间不足，道发展需推陈出新，现代化器坊配备先进设备与标斗化生产线，既能提升炼面后制研发提供保障，助力宗门仙道提升。但新建难度极大，需大量灵材、资金与专业设计，稍有不慎便会白费资源。恳请各位将提议上报赵长老，获批后我愿牵头负责，克服一切困难。小友这般积极，莫不是想当新器坊坊主？大人说笑了，我资历与管理经验不足，未必能胜任坊主，但愿牵头出力，哪怕做具体炼造设计工作，也心甘情愿。你能力突重，提议可行，我们会尽快上报，详细说明利弊。既然2位长老认可，我也同意上报，后续我们会全力配合你，望你兼顾好量产工作。就这么定了，我们即刻整理提议上报。你先返回奉天器坊，推进量产筹备，设备调动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多谢各位大人长老，定不负所托，兼顾量产与建方设计，等候审批消息。小友，今日设此庆功宴，一是庆四斗星正式定为制式仙兵。来，我与灰袍长者敬你一杯。小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大才，研制出多款顶尖仙兵，实为宗门之幸。这杯酒敬你。谢2位厚爱，这都是弟子分内之事。这杯酒，弟子敬2位大人长老。小友，今日庆功也需正视宗门仙道现状。边定仙战临近，域外势力虎视眈眈。除此之外，你对仙道技术研发、仙兵量产……大人长老，弟子认为宗门仙道发展核心在于技术突破与基础夯实。老旧设备制约量产与研发，需尽快调配或研发先进灵机次。此类仙岛体积小，用途广泛，可适配边境各种复杂战场，无论是打击域外先秦，还是摧毁敌方防御工事，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好想法！灵运制导技术乃是当前仙道前沿技术，若能研发成功，必将大幅提升我宗仙兵战力。你有此规划，实属难得。宗门所需灵材、人力，均可优先调配。小友目光长远，所思所虑皆贴合实战需求，远超普通炼器弟子。有你牵头研发，我们放心。只要能攻克灵运制导技术，我宗应对边境先战便又多了一份底气。
你要的灵运感应模块所需灵材，我已经整理好，都已送达研发室。只是灵运制导技术太过深奥，我们目前对相关原理的掌握还不够，要不要先从基础技术入手？我明白，灵运制导技术难度极大，我们不能急于求成。通过捕捉目标的灵运气息，实现精准制导。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折构简单，炼造成本低，适合批量生产。缺点是精准度相较于成像制导稍低，但足够应对边境战场需求。我们先攻克这项技术，再逐步优化，提升精准度。师兄，有你指导，我们就有方向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配合你完成研发。灵运稳定，校准核心。灵材就位，准备镶嵌。是。灵能积分1000点，可用于兑换系统内仙道技术与灵材，奖励已发放，宿主可随时查看。太好了，灵纹机床知识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哈哈。你怎么了？是不是研发遇到什么困难了？没有困难，反而是有好消息，得了系统奖励，对我们后续的量核研发帮助极大。太好了，有了灵纹机床知识，我们就能更好的解决量产设备的问题，也能加快灵运制导系统的研发进度了。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攻克灵运制导系统，灵纹机舱和灵运增压发动机的研发暂时先搁置。等灵运制导系统研发成功，我们再逐步推进，兼顾量产。汇报青年，宗门仙道部已经将我们研发灵运制导筒所需的灵材全部调集到器坊了，足够我们完成后续研发工作。太好了，多谢宗门支持，也辛苦你了。灵材到位，我们就能加快研发进度，争取早日将灵运制导系统投入实战。另外，50式自动仙兵的量产工作也正启动了。虽然目前我们的设备还比较少，初期产量不高，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宗门也已经在协调资源，计划为我们增加2条生产线，后续产量一定会大幅提升。灵运制导系统已经研发成功，接下来我们107诛仙火打铁结合灵运制导线筒，专门用于边境战场打击域外先秦和敌方防御工事。师兄，107诛仙火箭炮的设计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单兵制导火箭筒，你说的没错，难度确实很大。但我们有灵运制导系统的技术基础，还有邀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我会根据系统奖励的技术，结合实际需求，绘制火箭筒图纸。大家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炼造、组装与调试。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有了这款火箭筒，我们应对边境先战。不好了，仙宗传来传讯，是林大人亲自发来的，说有重要事宜找你。林大人找我，难道是新建现代化器坊的提议有了消息，
还是量产或研发上有什么安排？你带着大家继续调试火箭筒，完善量产相关准备。我即刻前往仙宗，看看林大人有什么吩咐。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一定不会耽误工作的。见过黑金袍青年，林大人传讯已至。赵长老亲自点名召见你，命你即刻前往总坛议事，具体事宜未明。方才研发室众人欢呼，莫非有喜事？赵长老亲自召见，可是天大的殊荣。我们刚成功研制出灵运制导单兵火箭筒，众人欣喜所致。赵长老召见，想必是为了新建现代化器坊之事。恭喜，有这款新仙兵，宗门边境防务更添底气。你放心，副总坛器坊量产与研发，由我与那位浅色练气服女子盯着，绝不出错。研发室弟子都盼着宗门嘉奖呢。赵长老召见，应是为了新建器坊。我要带新研制的灵运制导单兵火箭筒去，唯有先进器坊，才能实现它的规模化量产。我这就去取火箭筒，用淋浴锦盒装好，既安全又庄重。你放心，我定守好器坊，等你回来。坐吧，今日召你有要事商议。此事已有人上报，我知此事对宗门重要。新建器坊可兼顾仙兵量产与技术升级，弟子恳请长老支持。你手中之物，回长老，这是弟子刚研制的灵运制导单兵火箭筒，特带来请长老查验。快打开看看。它外观竟与域外 RPG-2 火箭筒相似，那是域外仙宗最新列装的杀手锏，威力强悍。我曾试图引入，却被断然拒绝。长老所言极是，绝非模仿。它加入灵运制导技术，精准度、抗干扰能力远超 RPG-2，采用轻量化灵材，更便捷，炼造成本更低。属下银甲青年叩见长老，此乃黑发青年研制之新式火箭筒，自称胜过域外 RPG-2，验证其威力。属下遵命。测试真如你所说，新建器坊之事，我全力支持。弟子定不辱命。长老，银甲统领，弟子现在测试精准度与威力，请见证。
这次测试用于验证仙岛威力，目标是500丈外的玄石建筑，请各位观看。开始吧。500丈外一击摧毁玄石建筑，这只是基础威力，其核心亮点是灵运制导系统。长老，该系统可精准捕捉目标灵运，无论静止防御攻势还是移动修饰，还具备反灵甲低空防空追求。讲，仙弹真能追先秦？先秦飞行迅捷，轨迹多变，普通仙兵根本无法锁定。绝非虚言，可现场测试，让各位亲眼见证。银甲统领，安排弟子准备把琴。回诸位，试灵场无专业把琴，无法进行标准测试。可用灵气球绑木质先秦模型，由弟子操控模拟先秦轨迹，作为简易把琴，足以测试制导效果。好主意，银甲统领，即刻安排。操控把琴，开始模动。太厉害！即便拔琴失控，仙弹仍能精准追踪，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仙兵能力。你创造了奇迹，这才是真正的单兵制导仙岛，万界首闯。好，有你这般奇才，乃是宗门之幸。黑发青年，今日测试彻底震撼了我。域外 RPG2，你的仙岛不仅威力不输，更是其无法比拟，实战性能远超域外仙兵。长老所言极是。仙岛能主动追踪，核心在于灵运制导系统。此仙岛性能卓越，万界首闯，理应有名。你是研制者，说说定什么名字？长老，弟子愿命名为明极仙岛，彰显其迅捷精准，寓意它能指引修士，金用明击向强敌，守护北域。复其实，此名大气，贴合制导特点。言昭所言极是，低空防御一直是心头大患。李统领，鸣笛仙岛受制导模块限制，仅能打击低空和中近距离目标，暂无法应对高空先秦。弟子承诺，后续会优化技术，研发高空防空仙岛，实现全空域防御。你考虑周全，目光长远，鸣笛能解决低空防御已是大功。高空仙岛可循序渐进，宗门全力支持你。鸣笛还有一大优势，无需复杂保障设备，操作简便，单兵可携。一款仙兵既要强悍，也要贴合宗门实际。青年，我已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你新建现代化奇方，调动所有资源协助你，同时支持鸣笛与武士式仙兵量产。弟子谢过长老，定不负信任，全力推进契方建设与仙兵量产。好，银甲统领，即刻协调资源，配合黑袍青年推进各项工作，属下遵令。也就说，鸣笛仙岛至少领先万界10年，是我宗抢占仙道优势、巩固边境防御的绝佳契机。
你说的没错，鸣笛仙岛的领先性正是它最大的价值。既然性能如此卓越，那你说说，回长老，弟子今日前来，除了汇报鸣笛仙岛的测试情况，也是想说明量产的难题。前宗门现有的器房设备陈旧，炼造工艺落后，且缺乏精准的灵韵校准仪器，根本无法满足鸣笛仙岛的量产需求。对炼造精度要求极高，每一道灵纹的镌刻，每一块灵材的拼接，现有器房的设备无法达到这般精度。你的意思是，想要量产鸣笛仙岛，必须改造现有器房，甚至新建器房？正是。弟子恳请长老批准，新建一座现代化器房，配备先进的炼造设备与灵韵校准仪器，既能实现鸣笛仙岛的规模化量产，也能提升50式自动仙兵的量产效率，为后续研发更先进的仙兵打下基础。好你个黑发青年，说了这么多，就想借着鸣仙岛推动新建现代化器房的事啊？你这心藏得深。长老明鉴，弟子并非刻意藏私。新宗门仙道发展看似平稳，实则面临域外仙宗的技术压制。唯有推行仙道改革，升级炼造设备，新建现代化器房，鸣笛仙岛只是一个契机，更是改革的底气。弟子认为方才之言极是。而新建现代化器房不仅能满足鸣笛仙岛的量产需求，更能推动宗门仙道炼造技术的进步。弟子全力支持新建器房。银甲青年，你常年驻守边境，深知仙兵的重要性，你也认为新建器房可行？弟子坚信可行。现有器房的短板，早已无法适配顶尖仙兵的炼造需求。如今有鸣笛仙岛作为支撑，更能说服长老团同意此事。长度3尺2寸，半径3寸，重量15斤，有效射程800丈，刚好覆盖低空防御范围，命中概率高达95%，即便目标高速移动、轻微干扰，也能精准击中。重要的是，它是万界首款灵韵制导变白式仙岛，无需复杂保障设备，普炼造成本较域外同类武器见熟练30%。黑发青年，你说的很有道理，鸣笛仙岛的价值值得我们全力投入。新建现代化器方事关重大，并非我一人长老团开会共同商议此事，你暂且在总坛等候结果，切勿急躁。多谢长老，弟子遵命，定在总坛等候长老的消息，静候佳音。待黑发少年前往总坛客房歇息，妥善安排饮食起居，不可怠慢。是，长老。今晚召开长老团会议，好好商议新建器房之事。王魁首，今日测试大获成功，谢银甲男人盛情，那便叨扰了。我素来欣赏有真才实学之人。弟子不过是尽己所能，为宗门出力而已。日后还需你多多指点，助力弟子推进仙兵研发与量产。为今日之欢，再干一杯！多谢阁下海量。哈哈哈，彼此彼此，这酒入口香醇，愿日后常聚，一言为定。今日我真心想与你结为兄弟。那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能得大哥赏识，乃是小弟之幸。日后定当听大哥吩咐，与大哥一同守护宗门，共赴前程。今日一聚，甚是畅快。许久未这般闲谈了。夜已深，兄长保重，夜路小心。告辞，告辞。小弟，
昨夜喝多了吧？头痛是否好些了？劳大哥挂心，喝了醒酒茶，已经好多了。昨夜之事，小弟放心，昨夜之事我句句当真。你我已然结为兄弟，日后便是一家人，无需多礼。多谢大哥。今日你暂且歇息，若是无事，可在总坛逛逛，熟悉一下环境。多谢大哥。我宗与域外数大宗门关系和睦，常有修士前来交流，故总坛内常见他们的身影。黑发弟子，免礼吧。经过长老团一致商议，同意你的提议，宗门会将其列现状团项目。多谢长老，多谢各位长老，弟子定不负宗门信任，全力以赴推进器坊建设。你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一事需要告知你。如今宗门灵库空虚，长老，您的意思是器坊已经获批，但没有灵晶，无法开工？那器坊的人员与设备又该如何安排？人员方面，宗门会抽调顶尖的地宇修士，协助你推进器坊建设，暂借部分先进设备，或是自行研制简易设备应急。弟子也会尽力想办法寻找灵晶来源，绝不耽误器坊建设进度。先回去歇息，明日我会安排人与你对接，商议器坊建设的具体事宜。灵晶之事，我们再慢慢商议对策。弟子遵命。志成，昨日议事堂所言，你当记在心上。宗门会从各分坛抽调顶鱼师，由你统一调度。我已安排人与域外友好宗门协商，暂借部分灵运效机与炼造设备。多谢长老为器坊之事费心。只是灵晶之事，不知长老可有初步眉目？宗门灵库空虚多年，经多年仙战消耗与日常仙兵炼造，早已无多余灵晶可供调用，只能靠你自行谋计。此事事关重大，只要不违背宗门规矩，长老，弟子有一想法，不知可行与否。弟子提议，倒卖仙兵乃是万界大忌，更是我宗严令禁止的行径。一旦泄露，不仅会遭域外势力忌惮，更会被其他宗门指责引火烧身。长老息怒，并非倒卖稀缺仙兵，更不是勾结敌对势力，而是合理合规的出售部分制式仙兵，换取灵晶。常言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今新建器坊是重中之重，没有灵晶，器坊无法开工，我宗只会陷入被动。弟子知晓宗门仙兵储备紧张，但我们可以优先出售量产难度低、不影响核心战力的仙兵，既不耽误自身列装，就能筹集灵晶，一举两得。弟子曾了解过域外霸主的崛起历史，他们正是靠着2次仙战，向中立宗门与友好势力出售仙兵，成为万界顶尖市产，才得以快速崛起。可仙兵贸易并非易事，
兽武对象难寻，敌对势力绝对不能卖，否则便是养虎为患。要么自身有仙兵炼造能力，要么自身并抢实力所弱，未必愿意花费巨额灵金购买我宗仙兵。其二，我宗虽有几款自主仙兵，但要么威力不足，要么量产困难，并无合适的仙兵可卖，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长老所言的2个难题，弟子早已有所考虑。今日提出仙兵贸易，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十足的把握。哦，你竟早有打算，说说看，你有什么解决之法？长老，先说说兽武对象。我宗自主研发的仙兵现有4款，50式自动仙兵107诛仙中，鸣笛仙岛是万界首创，威力强悍，绝不能出售，需优先满足本宗边境防御需求。107诛仙火箭炮与副铜玄钢仙弹威力过大，而50式自动仙兵量产难度低，成本适中，威力适中且操作简便，适合作为贸易用仙兵。于兽武对象，弟子已选定羚羊国。如今羚羊国的交流团正在总谈，且我宗与羚羊国世代交好，绝否纠提些单系养虎为患。羚羊国实力中等，仙岛未必有足够的灵金购买大量仙兵吧？长老有所不知，羚羊国近期正与白象国交战，且惨败而归。白象国常年袭扰我宗边境，与我宗素有嫌隙。羚羊国与白象国交战，恰好能牵制白象国的兵力，减轻我宗边境压力。如今羚羊国兵力受损，普通修士伤亡惨重，急需先进仙兵反击白象国，对仙兵的需求极为迫切。只要我们的仙兵性能优越，他们必然愿意花费灵金购买。原来如此，你竟是早已摸清了羚羊国的处境，连牵制白象国这一层都考虑到了，倒是我疏忽了。既然兽武对象已定，那你计划出售哪款仙兵？方才你说50式自动仙兵适合贸易，莫非你打算出售的？正是。这款仙兵的性能已接近域外新装兵器，射速更快，防御穿透能力更优，而炼造成本比对方低20%。新域外万兽仙兵刚列装不久，将50式售给羚羊国，既能抢占万界中低端仙兵市场，刚好解决新建器方的灵晶难题。黑发青年，你可知你在说什么？50式自动仙兵乃是我宗自主研发的制式仙兵，目前尚未大规模列装我宗修士，你竟要将它出售给羚羊国？一旦羚羊国将仙兵技术泄露给其他势力，或是被域外势力仿制，长老放心，弟子早已考虑到技术泄露的问题。出售出去的50式自动仙兵会进行灵文加密处理，一旦被拆解、仿制，灵运模块便会自动损毁。签订保密协议，不得将仙兵转借出售给第三方，更不得泄露仙兵炼造技术。若违反协议，我宗有权收回所有已售仙兵。除此之外，50式自动仙兵虽为制式仙兵，但并非我宗核心仙兵，即便出售，也不会影响我宗的核心战力。相反，我们用出售仙兵所得的灵晶，加快新建器方的建设，早日实现鸣笛仙岛的量产。鸣笛仙岛的威力远超50式自动仙兵，届时我宗的仙兵优势不仅不会丧失。黑发青年，你考虑的确实周全。仙兵贸易若是成功，既能解决灵晶难题，但此事事关重大，出售制式仙兵，并非我一人能决定。保密条款等细节，这些安排关乎我族未来，不可有失。商议通过后，再与羚羊国交流团对接。多谢长老信任，弟子遵命，今日便拟定贸易协议，尽快提交给长老，绝不耽误事宜。我相信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记住，仙兵贸易的核心是安全合规，既要赚得灵晶，也要守住宗门的仙兵技术，万万不可大意。弟子谨记长老教诲。
弟子再次恳请你下定决心，推进50式自动仙兵贸易。出售这款仙兵，绝非只为筹集灵晶那么简单。如今万界中低端仙兵市场尚属并薄，域外万寿仙兵未对外出售，既能快速抢占市场，赚得巨额灵晶，解决弃方建设的燃眉之急，更能吸引金沙国这样的富庶势力。金沙国乃是万界有名的富庶之国，国中多佩戴白头巾，驾乘落魄仙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值得考虑。虽自身仙兵炼造能力薄弱，却极度重视战力提升。此次我们向羚羊国出售50式仙兵，只要仙兵性能得到认可，消息必然会传到金沙国耳中。届时白发长老所提的富庶势力定会主动前来求购，我们便能开辟长期的仙兵贸易渠道，源源不断获得灵晶。你说的对，此事不仅能解当下灵晶之困，更能为宗门开辟长远的资源渠道，是我太过保守了。你放心，我今日便向首座提交申请，全力推动此事。多谢长老信任，弟子定不辜负长老与宗门的期望，妥善布局，确保仙兵贸易顺利推进。你先回去完善贸易协议，我即刻前往首座府邸提交。好消息！首座看过申请与协议后，已然批准我们对羚羊国进行仙兵贸易。首座有明确要求，50式自动仙兵需优先列装我宗边境修士，确保自身战力不受影响。后续再根据羚羊国的订单履约。同时，首座指定由你藏密谈判。多谢长老，多谢首座信任。如今羚羊国交流团正在总谈，我们不如求真此时的参观。方面可在士灵场展示50式，潜移默化的吸引他们，为后续谈判奠定基础。你是做仙兵的性能。好主意，此事便交由你与另一人安排。明日一早，你2人陪同团长一行参观，我随后赶来。团长，今日便由我2人陪同团长一行参观我宗总坛仙域，还请团长多多指教。劳烦2位费心，早就听闻贵宗仙道底蕴深厚，修士战力强悍，今日能有机会参观，实乃荣幸。贵宗修士果然名不虚传，这般整齐的操练，强悍的灵力，贵宗边境定然固若金汤。团长过奖了，我宗修士常年操练，只为守护宗门安宁，抵御域外袭扰，不负宗门重托。这是我宗自主研发的50式自动仙兵，今日便让修士们展现它的实战性能。好，好，早就听闻贵宗自主研发了多款顶尖仙兵，今日能亲眼见证，实在是太好了。这般复杂的环境下，依旧能保持精准射击、稳定输出，比我们羚羊国现有的仙兵强悍太多了。团长过奖了。这款50式自动仙兵属于5、6级制式仙兵，灵运驱动顺畅，射速快，普通修士经过3日培训便可熟练使用。更重要的是，稍末遭环境都能稳定发挥战力。我国近期与白象国交战，惨败而归。如今急需先进仙兵献兵，不知贵宗是否愿意对外出售这款仙兵？两宗世代交好，素来互帮互助，看在友好情谊上，50式自动仙兵的出售事宜可以酌情考虑，只要不违背宗门规矩，一切都可商议。多谢长老，若是能够这款仙兵，我羚羊国必将感激不尽。后方交流团的成员亲自试射一下这款仙兵，感受一下它的性能。当然可以。握紧。
感受灵力流向。好，我试试。很好，保持平稳。命中了，性能稳定，太神奇了！这款50式自动仙兵的性能，我羚羊国修复士气低落，急需这款仙兵提升战力，反击白象国。我代表羚羊国正式表达购买意愿，还请贵宗成全。我们已然知晓。我想先问问，贵宗此次可向我羚羊国出售多少数量的50式自动仙兵？每一款仙兵的售价是多少？团长，50式自动仙兵由黑发青年研制。50式自动仙兵的出售数量与售价，我们可以慢慢商议。我会结合贵宗的需求，给出最合理的方案。既保障贵宗的战力需求，也兼顾我宗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好，有这句话我便放心了。相信以黑发青年的才华与诚意，我们一定能达成满意的协议。也愿我们两国的友谊能在此次贸易中更加深厚。我定不辜负信任。接下来，我们详细商议数量、售价。王魁首，经过亲自试灵，我越发觉得50式自动仙兵性能卓越。万兽仙兵操作繁琐，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也远不及这款仙兵。不相瞒，此前我羚羊国曾派人前往域外求购万兽仙兵，却被域外势力拒绝。如今能遇到50式自动仙兵，真是天助我羚羊国。团长过奖了，50式自动能得到团长的认可，是我宗的荣幸。既然团长对仙兵极为满意，那不妨说说，我们也好坦诚商议，争取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且性能远超同类仙兵。我知晓这款仙兵价值不菲，190灵晶之已是我羚羊国能给出的最优价位了。团长，我宗与贵国世代交好，看在两国的友好情谊上，190灵晶之的价格，我们同意了。毕竟，此次贸易不仅是为了灵晶，更是为了巩固两国的友谊，助力贵国抵御。结合我方修士规模与战场需求，我们计划购买5万只50式自动仙兵，还请贵宗务必尽快交付。团长放心，我们会优先保障贵国的订单，但有2个条件需与团长敲定。第一，签订协议后，贵国需先行支付一部分定金。第二，因5万只仙兵量产需要一定时间，我们约定半年后交付完毕，分3批次交付。看来，使者大人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不过，为表诚意，我们可以再让一步。交付仙兵的同时，派遣我宗顶尖仙大教习前往羚羊国，确保贵国修士能快速熟练操作仙兵。此次贸易合作，我非常满意。待我们返回羚羊国，安顿好灵晶事宜后，便会尽快支付定金。只要50式自动仙兵在战场上表现出色，我羚羊国还会继续采购，甚至会推荐给其他友好势力。多谢您的信任与支持，我宗定会按时交付仙兵，派遣顶尖仙道教习，不辜负您的期望。若是后续贵国有其他仙兵需求，我们也会优先为贵国提供，助力贵国提升战力。团长，为表合作诚意，我们额外赠送贵宗1门107诛仙火箭炮，以及150发附铜悬杠防御，提升贵国的远程打击能力。我们同意尾款分期付款，每批次交付后，贵国支付对应批次尾款即可。定金需一次性支付。多谢长老，多谢魁首，贵宗的诚意实在太足了，这份恩情，我羚羊国没齿难忘。此次仙兵贸易，我们需先避免外界其他势力知晓后对我宗或贵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
也防止贵国暗中武装其他势力，泄露宪兵技术。我完全理解。保密合同我们愿意签署。我羚羊国绝不会泄露宪兵技术，也不会将宪兵转介出售给第三方。白发长者，黑发青年，此次前来贵宗收获颇丰，既达成了宪兵贸易，又感受到了贵宗的诚意与实力。团长一路顺风，我们会尽快推进宪兵量产，按时交付，期待与贵国的下次合作。此次宪兵贸易，我们到底能赚多少灵晶？5万只，190灵晶一只，你快核算一下。长老，我已经核算好了，5万只50式自动宪兵，每只售价190灵晶，总金额共计950万灵晶。只宪兵的炼造成本是106灵晶，5万只的总成本是530万灵晶。继续，和150发富铜玄钢仙弹，成本约20万灵晶。此次贸易我们净赚约接近800万灵晶。780万灵晶，竟有这么多，果然是暴利呀！我从未想过一笔贸易就能赚这么多灵晶。长老，这还只是开始，后续会继续采购，还会推荐其他友好势力。只要我们能保证宪兵性能，后续的灵晶贸易渠道。黑发青年，你真是宗门的功臣呐！若不是你提议宪兵贸易，若不是你精准布局、妥善谈判，我们也无法筹集到这么多灵晶，新建器坊也只能遥遥无期。从今日起，新建现代化器坊的所有事宜全权交由你负责，宗门会支持你。多谢长老信任，多谢宗门支持，弟子定不辜负长老与宗门的期望，全力以赴推进器坊建设。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尽快拟定器坊建设的详细方案，待羚羊国的定金到账，争取早日建成器坊，发挥其作用。弟子遵命。经宗门仙道部商议，首座亲自批准，现正式任命你为新建现代化坊坊主，全权事宜。弟子谢宗门信任，谢首座器重，谢长老栽培，弟子定当恪尽职守，不辜负首座、长老与宗门的期望。你可知，此次任命，首座力排众议，力主由你担任坊主。都知晓你才华出众，心思缜密，且心怀宗门，有你负责新器坊，我们都很放心。宗门特意为灰袍青年安排了一名监堂，后续会到任协助丰富的老修士。堂内止于庄重安静的余韵，协同工作，负责器坊的日常监督与管理。你二人要相互配合，同心协力。弟子明白，弟子定会与那位监堂好好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推进器坊建设，绝不辜负宗门的安排。好，有志气！你年成为我宗立派以来，更是责任。日召集你，便是想与你商讨器坊建设的规划与金央国的807.5需担忧。你尽快拿出详细的建设方案，早日开工。长老，弟子早已拟定好初步的建设规划，也选定了器坊的选址，宗门腹地与边境的咽喉要道。灵脉充盈，仙道基础雄厚，周边灵材资源丰富，无论是灵材运输、弟子调配，还是后续仙兵运往边境，都极为便捷。奉天城确实仙道底交通便利，能为器坊建设提供充足的灵运支撑。你可即刻前往奉天，着手推进器坊建设。弟子遵命。弟子今日便启程前往奉天，实地考察地块，敲定具体方址，尽快启动建设工作，争取早日建成器坊。
所有人听令，即刻开工！无价组拆除腐木，接新粮。明白。管道组校准灵运，五架组合力托举，向上嵌接。好。我是郑英华，奉宗门之命前来担任新气坊监堂，协助己方建设与日常管理，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郑监堂客气啦。此处原是废弃灵芝坊，我们选定这里作为房址，就是看中了它的面积团舒适。计划分的仙兵检测建设，二期建设高端炼造车间，用于鸣笛仙岛的量产。您看这些沟槽里的灵纹管道，壁那边的旧坊舍正在加固梁木，未封顶的车间框架也快完工了。考虑得很周全，修缮旧方世道时间与灵晶，但灵运传输管道的铺设一定要精准，避免后续炼造时出现灵运分度。外，人员调配方面，我可以协助你统筹安排，确保建设进度与施工质量。这里是主管道接口，需要加固。图纸上强度足够，我检查一下，调整下焊接顺序。可以，按你的方案执行。明白，我们继续。气坊建设的日常管理与施工监督，就辛苦你多费心了。我计划将主要精力放在仙兵技术研发上。眼下，我正在研制一款灵运增压发动机，这对后续仙兵与灵甲的升级至关重要。黑发青年，何为灵运增压发动机？灵运增压发动机在域外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我宗目前还是空白。你看这里，核心阵列的灵纹设计极为精密，逐步追赶。这款发动机的核心作用是提升灵运输出效率，灵甲配备后能大幅提升修士的防护与攻击能力。运输灵车配备后，能快速运输仙兵、灵材与粮草。王房主目光长远，尽管去做，我支持你。多谢郑监堂，只是自亮国的定做，不辜负宗门的信任与期望。师兄，这灵纹机床失控了！深呼吸，仔细说。灵光闪烁不定，我稳不住了。我来看看控制台。问题出在灵纹传输管道的接口松动，导致灵运输出不稳定，再加上控制面板的灵纹校准参数偏差，才会出现灵纹输出不准的情况。记住，灵纹机床的调试核心是灵运平顺，参数精准。先检查接口幂参数，缺一不可。记住这个顺序。多谢黑发眼镜男指点，我等记住了。不仅能研制顶尖仙兵，设计灵运增压发动机，竟还精通灵纹机床的调试与改造。这7天来，你日夜不休，调试炼气炉、改造设备、炼造模具，真是辛苦了。客气了，推进仙兵量产是我身为房主的职责。灵纹机铳是现代化炼造的核心设备，只有熟练掌控，若出现灵纹偏差、机铳卡顿，优先检查核心灵纹节点与灵运接口，切勿盲目操作。此令牌授予你，持之可入内坊。多谢掌柜，弟子定不负所托。令牌已确认，弟子即刻前往。各位弟子，各位修士，经过7天的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设备的调试与筹备工作。从今日起，正式启动明仙岛的量产。我必须强调，此次量产任务紧迫，域外势力的灵甲部队与低空先秦会对我宗边境造成严重威胁。我要求所有人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推进生产，不计较个人得失，争取在半年内量产足够数量的鸣笛仙岛，为边境仙战做好充分准备。
发展成宗门炼造核心基地。若依此图，粮道可保无虞。房主目光长远，若是能实现这个目标，3:1气坊必将成为我宗仙道发展的重要支柱，也能让我宗在万界仙兵炼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外援助设备已全部运达，共计20台灵纹机床、10炼灵设备。宗门还安排了50名新归宗仙徒与10名资深炼器师入驻，协助推进生产与建设工作。有了这些先进设备与资深炼器师，宗门对311气坊的资源倾系真是不遗余力啊！资源越充足，我们的责任就越重。郑建堂，3天内必须完成所有新增炼气炉，全力扩大援助设备的调试工作，不能有丝毫延误。望明敌仙岛的量产规模，5月前必须完成气坊基地的初步建设，包括2期炼造车间的主体搭建、灵运储备库的建成，确保后续仙兵量产与技术建发不受影响。这个要求难度太大了，域外援助的设备技术复杂，我们的弟子对设备性能尚不熟悉。3天内调试完毕几乎不可能。2期建设更省量巨大，距离5月仅剩1个多月，要完成初步建设，时间太过紧迫。但时间不等人，半年后的边境仙战，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气坊建设的进度直接关系到后续仙兵的研发与供应，你放心，设备调试的事我会全程留在基地，亲自牵头解决。建设方面，你统筹安排所有人员，合理分工，加班加点。你竟然连域外援助的灵纹机床、灵动机都能调试，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多说无益，我们用行动说话。好，我相信你，我即刻安排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推进建设与设备安装工作，绝不拖后腿。校准脉冲频率准备启动，符文稳定，进入装配流程。加快速度，今日必须完成配额。督办要求，限期完成，刻不容缓。所有检测仪器准备就绪，可启动发动机测试。启动，重点检测气密性、输出功率、缸体温度，精准记录数据。所有指标均符合要求，气密性达标，输出功率达预设标准100%，缸体温度正常，连续运转无异常，太好了！这款发动机研制成功，我们就能自主炼造灵车，彻底摆脱域外依赖。造灵车只是第一步，我的目标是造灵甲。半年后边境仙战，我们急需能敌域外灵甲装备，自主炼造。原来如此，只是域外灵甲多用汽油机驱动，我们有相关条件吗？我们计划造旋油版灵甲。旋油油耗低，扭曲大，适配战场需求，且我宗储量丰富，价格低廉。灵甲难题有解决办法了，我们能解决特种玄钢难题，还能获得全套灵甲制造技术和一款边境仙战丹药技术，太好了！有你在，我们定能造出灵甲，为边境仙战增添胜算。这份资料太详尽了，炼造灵甲事半功倍。焚天噬养丹批量炼制后，定是边境利器。后续增设单炼车间，批量炼制丹药，供应边境，并补充仙兵贸易。灵甲方面，先让弟子熟悉特种玄钢工艺，同步研发主炮，成熟后启动炼造。